我最近特別饞那種可以冷吃的紅油千层肚，但是外面賣的据說好多都是拿科技泡发的，吃着也不太放心，所以我去買了400斤刚从屠宰场拿出来的鲜毛肚啊，我寻看看这玩意儿在家能不能做。不過有些事儿真是不干不知道，我从來没想過收拾毛肚居然是一个这麼麻煩的過程。首先也是最致命的，就是这個爹的味兒實在是太鮮亮了。儘管我們做了很多的防護措施，但這爹一拿出來我們就破防了。而且要命的是近距離接觸時間太長，吸入的答辯分子過多，就直到第二天晚上我出去買飯的時候，我感覺我跟人說話嘴裡還往外飄着答辯味兒呢，我真是服了我。然後我本來以為給這些爹洗完了就沒事了，結果後面的活更麻煩，因為現在我們只是物理上把爹洗沒了，但要想讓這肚完全沒有異味，還得起碼再洗10幾遍。而且因為處理的不及時，好多黑毛肚都開始掉毛了，我們還需要把這些掉毛的黑毛肚都搓成白毛肚，然後還得摘肥油、刮底板的皴，再把它們都切成細絲兒。如果這時候肚還有異味，那需要再煮個花椒水給它們泡一下。主要最要命的是現在天熱怕壞，我們幹了40多個小時，基本沒怎麼合眼，這強度太致死了。真的就這麼折騰完之後，肚洗的乾不乾淨已經不重要了，人沒沒那就算是燒了高香了。然後我本來買了10個電火鍋，打算涮點毛肚吃，現在累得沒心思吃了，都是沒用過的，就全掛鹹魚出給大家了。家裡還有2個閒置的拍立得，我一起掛上去了。這些都是5塊錢一個，大家點評論區鏈接鹹魚搜狗送就能看到了。記得關注一下我鹹魚號，後續還會上新。你們要是不用的閒置，也可以掛上去賺點錢。然後這些毛肚稍微燙幾秒，再迅速過個涼，吃的時候就會很脆了。為了吃的時候能再爽一點，我又配了好多貢菜。但是我們查了3個小時也沒整明白，這萵苣和貢菜到底是不是一個東西。最後決定還是眼見為實吧，等有機會去產地連軸做它500斤，估計就啥都明白了。後來調味的時候，我們先是試了好多種配方，然後又在最好吃的那個配方裡根據肚的多少確定了每種調料的黃金配比。也是因為太累了，不想給調料分裝了，就都打到一個料包裡了。現在每一罐裡都是一個料包配上一個肚包，回家只需要給它倆拌勻，就能得到一份麻辣脆爽的紅油千層肚。但是因為切的不均勻，這賣相有點一般，不過好吃是真好吃，主要芝麻和貢菜放的多，吃着又脆又香，真的特別爽。而且我還放了點麻油，它現在是越吃越麻，越吃越想吃。但我發現這玩意兒吃多了也不行，我有一天晚上吃上頭了，連吃了4罐，結果直到第3天，我那倆耳朵震的還嗡嗡的，啥也聽不着呢。